小伙子急急忙忙从公共厕所跑出来，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女性。年轻姑娘被小伙的胳膊肘撞到了后背，险些被撞个跟头趴到地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小伙子牛真反倒很吃惊，因为他看到被撞了之后，扭回头质问他的这位美女，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再仔细一看，不是，只是长得太相似了，几乎像是孪生姐妹一样。你太像我的女朋友了。这位姑娘吴柔柔真生气了，她原本以为只是被对方不小心撞到了，现在看来这就是个故意搭讪的小流氓。没等吴柔柔再说什么，小伙牛真已经开口向她要联系方式了。吴柔柔很讨厌这种人，根本就不搭理牛真。牛真还真不是坏人，他是觉得这个姑娘跟自己的女朋友肯定有血缘关系，否则怎么可能长得这么一样呢？我一定得让他们见上一面，看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出于这么个目的，牛真才开口向吴柔柔要联系方式。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吴柔柔的男朋友贾锁也从公厕里边走出来了，一眼看到了女朋友吴柔柔正在被人纠缠，他3两步冲了上去，抬手就是一个冲天炮，将牛真打了个鼻青脸肿，满眼金星。牛真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自认倒霉，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条街。回到家，牛真向女朋友郭曼曼把这件事情讲了一遍。小曼，我敢肯定，那个女孩一定跟你有关系，没准儿就是亲姐妹。郭曼曼把嘴一撇，不以为然。牛真，你该不是真的耍流氓了吧？被人家打成这样，跟我这儿编个瞎话糊弄我？小曼，你还别不信，改天我一定找到她，让你看看，跟你长得太像了。过了2天，郭曼曼回家见到了父母，跟爸妈顺嘴就说了男朋友牛真遇到了一个跟自己长得像孪生姐妹的女孩的事情。爸妈也是没当回事。真是的，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世界上这么多人口，长得像的人多了，难道说都是亲姐妹亲兄弟啊？再说了，我们自始至终就你这一个独生女儿，怎么可能有姐妹？郭曼曼放心了，回过头来再见到男朋友牛真，就数落了牛真几句，让他以后少在外面跟陌生女孩搭讪。牛真本来就想着再找找那个女孩，让女朋友郭曼曼看一看是不是长相跟她一样，自己到底有没有说瞎话。现在又遭到女朋友的否定和数落，他表面上没再争论，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证明给郭曼曼看一看。牛真没事就往那天那个公厕附近转悠，大找了好几天，再没看到那个女孩的影子。牛真开动脑筋，使劲想办法。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那个跟自己女朋友长相一样的女孩，当时是穿了一身的职业装，应该是一名大公司的白领。对了，左胸前还佩戴着一个特殊的徽标。牛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在公厕门口笑了一声，还蹦了个高，引得周围一片诧异的目光。牛真就不管这些了，他高高兴兴到附近的写字楼、办公大厦到处转悠。几天之后，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家合资公司的办公区附近，牛真再次看到了那个女孩。女孩吴柔柔还是穿着那一身职业装，在办公大厦的1楼送走了一位客户之后，转身走向电梯。吴柔柔准备上楼回公司，她哪里知道不远处的大柱子后面躲着一个人，就是牛真，正用手机镜头对着吴柔柔偷拍呢。吴柔柔没有发现自己被偷拍，可是保安早就盯上牛真了。
就看这个人行踪诡异，注意他老半天了。现在见牛真用手机偷拍小姑娘，哪能不管？大喝一声就冲上来要夺牛真的手机。牛真还真挺牛，也不白给，他早有防备，没等保安走近自己呢，他哧溜一下子，腿脚也真是够快的，一眨眼的功夫已经跑出大厦，溜之大吉了。回到家，牛真把偷拍的照片给女朋友郭曼曼这么一看，郭曼曼也是十分吃惊。哎呀，这人怎么跟我长相一模一样？该不是做的假照片吧？牛真简直被气得没话说，当时就要拉着女朋友去到那个大厦，让他亲眼看看那个女白领。郭曼曼这才半信半疑，好吧，我相信你。不过这几天工作太忙了，过2天我跟你去看看这照片上这个女的到底是不是真人。3天之后，牛真带着女朋友郭曼曼来到了女白领吴柔柔上班的公司，一打听，人家说是这个女孩子啊，前2天已经辞职了，2个人白跑一趟。那么这个吴柔柔真的辞职了吗？还真是，因为那天被牛真一偷拍，保安把牛真吓跑了之后，吴柔柔自然也就知道了。回家跟父母一说这事儿，爸妈很是担心女儿，认为再在那里上班很不安全，于是就让吴柔柔辞职了，另到别处安排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牛真和郭曼曼也就慢慢的淡忘了这件事情。2年之后，牛真与郭曼曼结婚了，婚礼当天十分热闹。同一家酒店，同一天举行婚礼的还有另外一对新人。这本来没什么大喜的事情，谁不得挑个好日子啊？让人惊奇的是，当郭曼曼的爸妈在酒店门口迎接宾客的时候，另一位新娘的父母也在门口站着呢。这对夫妻与郭曼曼的父母长相完全一样，明明就是孪生姐妹和孪生兄弟一样。等再一看，今天这2位新娘子也是长相相同。原来另外这位新娘正是2年前辞职的女白领吴柔柔。不过她的结婚对象已经换了，换成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婚礼之后，这2对新人的岳父岳母，也就是这长相相同的2对中年夫妻，迫不及待就相互了解了一下。4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彼此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中没有任何的关联。说2个人长得一样行，4个人像是2对双胞胎真少有，他们偏偏还是2对夫妻，真是不可思议。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难就难在这4个人啊，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还都已经去世了。为了解开心头的疑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亲缘鉴定，看看到底是纯属长得巧合，还是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世。结果一查，这2对夫妻还真就是孪生兄弟，娶了孪生姐妹。又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调查，几经波折，终于查清楚身世之谜了。几十年前，有几年闹大饥荒，偏僻的农村里有这么2户人家，先后出生了1对孪生兄弟和1对孪生姐妹，眼瞅着孩子都要被饿死了。来了一位好心的老乡，说是认识城里的一位干部，那位干部认识的人多，可以把孩子送给城里没有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孩子啊就可以活命了，而且长大之后就是城里人，再不用像你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哈哈的了。就这么着，这2对双胞胎4个婴儿分别被上海的4个不同的不孕不育家庭给收养了。